自特朗普煽动国会骚乱后，美国国内就一直十分担忧这个疯狂的总统又做出什么出格的事儿。今天是美国新任总统就职典礼，美国全国严阵以待，但特朗普在最后关头还是做出了一件极度危险的事儿。据俄媒 Top War 网站报道称，在之前特朗普就表态不会参加拜登就职典礼，他将在就职典礼前几个小时直接访问安德鲁斯军事基地，他将继续保持美军最高统帅的身份，并在该基地进行一场阅兵。然而，讨论的焦点是，特朗普并没有任何打算将所谓的核公文包交接给拜登，他计划带走核手提箱，直接去安德鲁斯堡与美国军人见面。核公文包是核弹头的便携式导弹发射控制系统，公文包内含有核战争相关的通讯器和核密码，这些都是美国的顶级机密。它既是权力的象征之一，也是国家地位的象征。一般按照以往惯例，在新旧总统交接仪式上，上任会把公文包交给下任总统，意味着权力的过渡。可是特朗普已经拒绝参加活动，而核手提箱不能移交第三人保管，所以他可能继续留着这个手提箱。在这种情况下，就职典礼引发了彻底的紧张。毕竟自美国拥有原子弹以来，从未发生过没有将核手提箱交给新任总统的情况。而负责美国核武库结构的协议可以带有相应发射钥匙的重复核按钮转移给拜登，那可能出现核手提箱同时在新老总统手上的情况。在国会大厦被冲击后，特朗普带来的威胁就远超过美国人的预估。期间，佩洛西就一直要求副总统让特朗普下台，并启动第二次弹劾案。对于这个危险的核手提箱，他还紧急联系了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4星上将马克米利，讨论如何阻止一个精神错乱的总统发起军事行动。不仅是特朗普，佩洛西还把普京也拉下了水。近日，据今日俄罗斯报道称，在节目访谈中，希拉里和佩洛西对特朗普破口大骂。希拉里还表示，特朗普还有其他议程，并质疑是谁在背后操纵了他。想看特朗普的通讯录，没准冲击国会大厦那天，他和普京打了电话。佩洛西也搭腔指出，这是送给普京的礼物，这些暴徒是在为普京做事儿。其实，自特朗普爆冷击败希拉里后，他就一直耿耿于怀，指责特朗普的一连串举动都对俄罗斯有益。只是没想到最后一天了，佩洛西和希拉里还要踩特朗普一脚，普京还躺枪。只不过俄罗斯不会就此作罢。这几年，美国穷尽手段遏制中国发展，包括拉清单、对台军售、贸易战、科技战，能打的牌几乎都出了。在特朗普任期最后一段时间，美国更是疯狂的无以复加，乱打一通王八拳后，但有用吗？中国终于主动出牌了。在15日，中国工信部发布关于稀土管理条例的相关意见，提出国家对稀土开采、稀土冶炼分离实行总量指标管理。为了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国家可采用必要措施，限制或停止稀土开采、稀土冶炼分离。对此，日本共同社解读称，美国和欧洲、日本等主要经济体都依赖中国的稀土供应，中国此举可能会影响国际稀土生产链。稀土被称为工业维生素，是极其珍贵的战略资源。现代高科技发展离不开稀土，尤其是在军事领域，很多重要武器装备都需要稀土，比如美国的 F-35、F-22和爱国者反导系统等著名先进武器，一架 F-35就要用掉400公斤以上稀土材料。每枚爱国者导弹需要4公斤钕磁铁来制造制导系统。美国几乎所有的导弹都要用稀土永磁电机驱动导弹尾舵。美国虽然也有稀土矿，但是没有完善的产业链和先进的萃取制备技术。美国《纽约时报》曾指出，在稀土领域，美国想要追上已经很难了，而且中国完全支配了稀土加工中一个关键流程，即将稀土氧化物转为金属，成本低，产能大，其他稀土公司根本没有竞争力。如果这个供应链被切断，美国先进武器研制将可能被迫终止，这也是美国一直担忧的，因为全球稀土供应链几乎都被中国主导。美国约80%的稀土从中国进口。分析称，这2年稀土被称为是中国反制美国的王牌。美国为了摆脱依赖，一开始也使了很大的劲，满世界找稀土供应链，但是中国并没有进一步管控稀土产量。美国松了口气，到后来又没有尾声了。其实，如果中国没准备好就直接加大稀土管控，可能会面临美国报复的反弹效果。但是美国几乎打出了所有能打的牌，他拉清单，中国就加大清单方向研究；他对台军售，解放军就加大台海军事存在；他打贸易战，中国也奉陪。
各存50，看谁耗得过谁。看到美国打出所有牌，黔驴技穷后，我们反倒不用那么隐忍，这正是战略筹码发挥的最佳时机。当美国供应商肆无忌惮对台军售的时候，作为一个中国人，不希望在美国威胁中国的武器上看到一克中国稀土。近些年，中国一直投入大量资金和禁令发展商船制造业，逐渐赶上韩国和日本。之前是中日韩3足鼎立，但现在只剩下中韩。时隔2年，中国再次问鼎，引发韩国人热议。17号，工信部发布消息称，2020年中国新船接单量超过韩国，居全球第一。中韩新船接单量分别占全球份额48.8%和41.4%，而日本只占7%份额。这得益于疫情得到控制。中国造船企业在造船方面表现不俗，一般造船业包括新船订单、完工量、手持订单量3大指标。目前我国3大指标全部都是全球第一。除了订单方面，中国造船业不断造出新船。在去年9月，全球首艘23000标箱级天然气动力集装箱船正式投运。该船不仅块头大，还是智慧脑，有无人机舱、抗衡轻自动调整、自动检测报警等智能系统。其次，该船还是双燃料动力系统，既能用燃气，也能用燃油，并且污染气体排放量大幅度减少。更重要的是，一次能装23000多个标准集装箱，载货量22万吨。不过，韩国在造 LNG 船上还是有优势。这种船是作为长途海运并存储液化天然气的重要船舶。以前我们的重心在军用舰上，对民船方面还是有所忽视。我国在2008年才造出首艘国产 LNG 船，但在短短12年内，中国国产 LNG 船就从第1代长青发展到了第4代长兴。目前升级版的长辉已经跻身世界一流水平。为了获得卡塔尔大单，沪东中华特意推出了 G4 加长辉系列17.4万立方米的 LNG 船。该船无论是能耗还是可靠性，全球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用技术赢得卡塔尔石油公司的青睐。而随着天然气输出大国产能逐渐增加，有个说法出现，未来5年谁主导了 LNG 船市场，谁就掌握了全球造船业的话语权。而此事也在韩国引发热议，意料之中的和印度人一个套路。有人表示，显然中国间谍偷走了韩国的技术，在严重腐败的韩国出售了该技术。还有人警告，不要向中国泄露技术，他们是真以为大船厂会这么傻，泄露技术给竞争对手，无非就是污蔑中国，以满足其可怜的自尊心。目前韩国最有名的2大产业就是三星系列和造船业。目前三星在手机和通信等领域被华为超越，现在如果造船业将来也被彻底超越，那他们还剩什么？泡菜。较起真来，早在《诗经》中我们就出现过记载，那个时候韩国都还没出现。最近不断冒出来的泡菜是韩国的，柿饼是韩国的等多个荒谬论调。对此，中央政法委长安健刊文评价称，无非就是韩国人缺乏自信的被迫害妄想。总言之，历史会证明谁才是小偷。